YouTube 刚刚丢出一个新的规定，表面上大家都在讨论一个数字8000小时，但是真正会影响你收入的是另外一个数字，而且几乎没有人在讲。这一支影片看完，你会知道这个数字是什么，它怎么算，还有你的频道现在站在哪个位置。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专门拆解 YouTube 流量以及变现逻辑。如果你想把频道当成事业来做，一定要记得订阅。我也准备了一份 YouTube 新手成功宝典，你可以在留言区去免费领取。先说结论，2027年2月1号 YouTube 的盈利门槛将会全面翻倍，新的申请者要达到1000订阅，加上过去的365天获得长片的8000小时的观看时长，或者是在过去的3个月里面能够去获得2000万次的短片的观看量。而现在执行的标准是过去的365天你的长片要获得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或者是你的短片要在过去的3个月能够去获得1000万次的观看量。所以新的标准它整整翻了1倍。如果说你已经在盈利计划里面了，先别急着关掉这支影片。 YouTube 官方说得很清楚，已经加入的创造者身份是不受这次门槛更新的影响的，但是这不代表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次的更新 YouTube 没有把话说死，但是逻辑很清楚，平台要筛选那些靠几支爆款影片冲过门槛，后面就没有持续产出的账号。门槛拉高，筛选的是稳定度，不是单支影片的运气。如果你现在是新手，还没有申请加入合作伙伴计划，这件事情直接影响到你要花多久才能够走到第一次领钱。如果你已经在计划里面了，真正应该注意的不是这一个翻倍的数字，而是接下来我要跟你讲的另外一件事情。那第一件事，长影片的门槛翻倍，主要影响的是新的申请者，对于已经在合作伙伴计划的创造者影响没有那么大。补充一点， YouTube 也保留了一个比较低的门槛，500订阅加上过去365天获得3000小时的观看，或者是90天内能够去获得300万次的短片观看量，可以优先解锁频道会员、超级留言这些功能。这个较低的门槛这次是没有调整的。如果你的频道还在起步，这是你可以先瞄准的中继站，不用一次跳到8000小时。第二件事才是这次更新真正应该注意的地方。如果说你有在做 YouTube Shorts， 并且是靠 Shorts 拿广告分润的，不管你是新还是旧，这条规则你都是躲不掉的。从明年2月1号开始，你的频道每90天必须要累积1000万次的合格观看，才能够拿到短片的广告收入。低于这个数字， YouTube 不会把你踢出合作伙伴计划，长影片的收入也不会受到影响，但是 Shorts 的那块收入会直接暂停。等你重新冲过了1000万次的观看量，分润才会自动的恢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开关，不是一次判死刑。这个月没有过门槛，下个月数字就回来了，分润也会自动的接上。但如果说你的频道90天这个区间里面，你的短片收获到的观看量都是在1000万次以下徘徊的，那就等于短片这块的广告收入呢，对于你来说就是形同虚设的，你是得不到的。第三件事就是短片的合格观看，跟你在后台看到的短片观看次数是两回事。一支 Shorts 被划过去也算是一次观看，但是 YouTube 现在只把观众愿意停留一段时间的那些观看次数算作是合格的观看里面，这代表你后台看到的数字可能会比你实际能够拿到的分润的数字好看很多啊。我拿一个真实的案例给你看，有一个中大型的频道，在过去的90天累积了980万次的短片观看量，看起来是已经很接近1000万次的门槛了，结果换算成合格观看只剩下570万次了，差距超过一半。换算成收入，90天大概是1080美金，一个月不到400美金。如果接下来6个月观看次数都没有起色，那么这笔收入就会直接归零。这不是特例，你去看一下你自己频道的 Shorts， 有多少是靠一个吸睛的画面让人滑过去，有多少是真的让人停下来看完的。内容本身的完整度现在直接连接到你能够拿多少钱，不只是连接到你能够获得多少观看了。如果你的频道规模比这个案例还小，逻辑也是一样的，只是门槛
看的压力会感觉到更加明显。假设你的频道1个月的合格短片的观看量大概是落在100万到200万次之间，离1000万次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么短片广告收入这条路，现阶段对于你来说可能本身就不是主力，不需要因为这次的更新而慌乱。第4件事就是 YouTube 对于留在盈利计划里面的频道也设了一个新的活跃度的门槛。如果你的频道活跃度掉到了一定水准以下，官方会给你90天的缓冲期，让你重新累积到过去365天以内1000小时的长片观看时长，或者是90天内100万次的 Shorts 观看，达标就能够继续留在盈利计划里面。这条规则主要是针对那些已经很久没有更新，或者是流量掉到谷底的频道。如果你现在还维持基本的更新节奏，这条线离你还是很远的。但是如果说你的频道已经停更一段时间了，这就是一个提醒，不是在吓你，缓冲期只有90天，不是无限期。你可能就会想，那我干脆两边都做，长影片跟短片一起经营，分散风险。但是这一次的更新其实就是在告诉你相反的事情。 YouTube 用这套门槛把靠 Shorts 顺便赚广告钱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窄了。你不能够再靠一个频道两边都做内容吃到广告分润了，你必须选一边，并且还需要你认真在做。而且 YouTube 也给了一个讯号，广告分润以外，他们准备把资源放到别的地方。官方他提到会推出新的奖励的机制，像是 YouTube 购物奖金、品牌合作的资源投入，还有呢就是跟热门话题联动的奖励。还有一项细节值得注意，如果有广告主指定要投放给5个以下的频道，符合资格的创造者可以直接拿到45%的分润比例，这是叠加在原本 Shorts 广告收入池之上的额外收入。换句话说， YouTube 想把一部分的预算从量大但分散的广告池转到精准但是集中的制录式的合作。翻译成白话文就这样， YouTube 想让创造者的收入越来越少依赖于广告的本身，越来越依赖于你是怎么去经营你的频道的，还有你跟品牌之间合作的关系。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在想自己的频道现在到底站在哪个位置，这正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我准备了一堂免费的线上公开课，2026 YouTube 成长蓝图，把定位怎么定，成长节奏怎么抓，广告收入以外的变现路径怎么建立，放进到同一个框架里面讲清楚。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免费报名，去观看公开课。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分成了3种情况，我要跟你讲。如果说你是零基础的新手，还没有申请加入合作伙伴计划，你先不用管8000小时这数字，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把你的内容的完整度顾好，让演算法先看懂你的频道是属于谁的。500订阅的较低门槛才是你现在的目标。如果说你是在卡关中期，已经在盈利合作伙伴计划里面了，但是 Shorts 观看次数是不稳定的，先去后台去把过去90天的合格观看的数字抓出来，算一下离1000万次到底还有多远。如果说差距是很大的，代表 Shorts 本来就不该是你的收入主力，把你的心力放回到长影片里面，会比硬冲 Shorts 的数字划算很多。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变现了，而且 Shorts 的广告收入占了你的一部分的收入来源，现在应该想清楚的就是你的频道应该要走哪条路，是把短片的量真正拉上去，还是说把资源集中回长片里面，靠长影片的广告分润加上品牌合作，建立出更加稳定的收入结构。两边都做，但是两边都做不深，在这次更新之后呢，只会越来越吃亏。如果你的频道现在还在犹豫要不要去冲 Shorts， 或者是想清楚自己应该把资源放在长影片还是短影片里面，这件事情现在应该想清楚了，不是等到2027年的2月份才想。那我的下一支影片我会把从零开始冲到1000订阅还有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完整的路径一步一步摊开给你看。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踏进 YouTube 的合作伙伴计划里面，这次的更新门槛对你来说还太远了，你更需要的是先把这条起步的路径去走完。